12月9號，對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來說，那真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噩夢啊！那是他人生裡的黑色星期四呀！哎，你看看那個電視上啊，他那個臉拉的跟剛醃好的長茄子似的，一臉的苦相啊，那個眼袋啊，都快要掉到下巴殼了。我跟你說，他現在那是喘氣都費勁啊，跟被誰掐了脖子似的。為啥呢？哎，你想想啊，這一天天的日程表呢，那是排得密不透風。上午開緊急會議挨罵，這中午呢還沒有端起碗吃飯呢，哪個地方又地震了得去救災。下午啊剛想眯瞪會兒呢，媒體的長槍短炮就把門給堵死了。現在的日本論壇啊，那個氣氛緊張的跟早高峰的地鐵似的，誰也別碰誰，一碰就炸。大家都盯着高市這隻瘦駱駝啊，手裡面都攥着根稻草，就看哪一根能最後把它給壓趴下。哎，你說這個高市剛上來那會兒多神氣啊，號稱什麼日本鐵娘子啊，跟撒切爾夫人比劃，這才幾天啊，支持率那是斷崖式的下跌，跟蹦极似的呀，嗖一下就没影儿了。這黨裡頭啦，黨外頭啦，那都是罵聲一片，都要他卷鋪蓋滾蛋。要說這高市最倒霉的根在哪兒？頭一樁大罪就倆字兒：黑金。這個黑金在日本政壇啊，那可是個老魔咒了。田中角榮知道吧？那是多大的人物啊，折在這上面了。森喜朗也是因為這個事兒一鼻子灰。這回啊，輪到高市早苗踩雷了，而且他這一腳踩下去啊，直接踩到了地雷引信上。那這事兒是咋回事呢？哎，就是東京呢有個大學教授實名舉報了高市，說他這個手底下有個小金庫，收了一家公司1000萬日元。你可能會說啊，這1000萬日元折合人民幣也沒多少錢啊。哎，你可別光看數額啊，你得看看這事兒邏輯啊。給錢的這家公司注冊資本呢才750萬日元。哎，你想想，一家全部家當才750萬的小破公司，那掏出了1000萬給首相捐款，這不就明擺着洗錢嗎？或是利益輸送嗎？那再說了，這日本的法律規定上限是250萬，他這一口氣超標了好幾倍啊！這最逗是什麼？這證據那是鐵板釘釘啊，票據轉賬記錄啊！你說你哪怕去菜市場買2斤五花肉，都還得有個小票呢，這全是實錘啊，連個擦邊球的借口都找不到。哎，這剛開始吧，這高市還想硬扛，連着5天啊，這個嘴閉得跟蚌殼似的，一聲不吭。國會議員問他，他就顧左右而言他，那是真急死個人。後來啊，實在是扛不住了，紙包不住火了呀，這才在國會上弄了個聲明，不到半分鐘就說了一句，對此事感到遺憾。遺憾？嘿，你把大家都當傻子耍呢？他連自己知不知情都沒敢說，這下好了啊，老百姓那是徹底的炸鍋了呀。日本共同社做調查啊，只有18%的人說能接受，那剩下的80%多呢，那是恨不得把這電視給砸了呀！大家都覺得他沒誠意，是在糊弄鬼。那現在呢，這個議會的調查組已經下了最後通牒，讓他帶着賬本去聽證會。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呀！一旦進了司法程序，這個首相寶座啊，怕是得換把帶手銬的椅子坐牢。那如果說這個黑金是內傷，那接下来的事兒那就是妥妥的外患，而且是他自己做出來的。哎，你說這個人是不是缺心眼啊？這家裡面的火剛燒起來，他不趕緊滅火，反倒是跑到這個院牆外頭啊，衝着鄰居罵大街去了。就在12月初啊，這個高市在國會上一張嘴壞菜了，他居然敢在台海問題上大放厥詞呀！那是咱們中國的家務事兒，哎，輪得着你一個外人指手畫腳？咱們那是出了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啊！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回呢，咱們反應的是相當快，也不跟你廢話，直接来2招硬的：暫停部分赴日团队游，加大簽證審查力度。這就叫大蛇打七寸啊！哎，你知道這對日本意味着什麼呢？現在攜程那邊的數據都出來了，短短幾天，54萬張機票被取消，那可是54萬個大活人啊，不去你那兒花錢了。酒店退訂那是跟雪崩似的呀！日本那幫開大巴的、開民宿的、賣藥妝的，估計現在啊都在家裡面扎小人咒高市早苗呢。而且这還不算完，咱們手裡面牌多着呢啊！稀土、醫藥品供應鏈啊，這些關鍵的東西啊，要是稍微動動啊，日本那本就半死不活的經濟啊，立馬就得進 ICU。哎，你說他是圖什麼呢？哎，就是為了過嘴癮啊，把自家老百姓的飯给砸了。這哪裡是政治家呀？這簡直就是敗家娘們兒啊！
還沒完呢啊！這個高市早苗呢，他屬於按下葫蘆起了瓢，得罪了中國還不夠，他一轉身又給韓國了一巴掌。就在前2天，他公開發言，拍着胸脯子說，主島自古以來就是我們日本的。哎呦喂，你猜怎麼着？這一下韓國那邊可是炸了鍋了啊！韓國人那個脾氣你也知道，那是烈火烹油啊，一點就着。韓國總統府立馬發聲明，嚴重挑釁，絕不容忍。韓國那邊的媒體更是直接罵娘了，說你要是不撤回這話，以後咱倆誰也別理誰，凍結一切高層接觸。原本那個什麼日韓經濟合作會議直接無限推遲了，外交對話門都沒有，窗戶都給你焊死。你琢磨琢磨，他為什麼要這麼幹？日韓關係本來就跟那個脆皮核桃似的，一捏就碎，他非得拿錘子砸呀。那有些個所謂的專家就分析說，他這是為了討好國內那幫右翼老頑固想表現的強硬一點，這就叫政治表演。為了幾張選票，為了那點虛名兒，不惜把國家利益當柴火燒。這種做法就叫先說再想，甚至說了也不想。結果呢，咱們看見了啊，這外交上呢，他是四面楚歌，經濟上他是自斷經脈看似是挺硬气實際上是色厉內荏，把自己弄的是裡外不是人。這就好比做生意，你跟這個最大的客戶吵架，你又跟隔壁攤位打架，你說最後還要誰來買你的東西只有你自己在那喝西北風了。那咱回过頭來再看看他家裡的爛攤子，這日本經濟這就跟個枯樹似的，風一吹就倒。那高市一上台是要打強心針，弄了個21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好家伙，他這一針下去病人沒精神，反倒開始抽抽了。那市場一看你印這麼多錢，嚇壞了都在想，你這日本還有救嗎？這我還還得上嗎？結果就是股債匯三殺股票跌，債券跌，日元貶值，跟走滑梯似的往下出溜這最讓我想笑的是什麼？是他那個奇葩政策說是為了幫助困难家庭，推出了一個發折扣券代替储備米的招。哎，你听听這都2025年了還玩粮票那一套呢，而且還是折扣券。這就好比我看你快餓死了，我沒給你饅頭，我給你了一張滿100減5塊的優惠券。那些日本家庭主婦和這個留學生都罵翻了超市裡這個菜價是漲得飛快，哎，你給我那張破紙頂個屁用能當飯吃嗎？這民怨一旦沸騰起來，那可就壓不住了現在連他的执政夥伴那個什麼維新會都看不下去了，人家說了你要是再不靠譜我們就不帶你玩了。要是這個維新會一撤高市这政府在議會裡就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是個秋後的螞蚱，蹦跶不了幾天了。那就在這節骨眼上，老天爺也來湊熱鬧。青森縣突發7.5級地震，天災這個事咱們賴他那是不可抗力，但是救災那就是你的本事了。政府撥了500億日元，聽着不少，可那是光提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財政沒錢，物資調不動，只會亂成一鍋粥。那災民在廢墟上是等着喝水吃麵他在東京開會扯皮。 NHK 民調說了53%的人都認為政府反應遲緩。這哪是救災這簡直就是給他的無能做了一次現場直播。那說了這麼多咱看看3個月前那個時候這高市早苗剛上來，多少人說是新希望多少人指着他當個女中豪傑。可是現在呢，短短不到100天，這個希望就變成了絕望，這個鐵娘子變成豆腐渣。咱今天把這話撂到這兒，高市這一連串的跟頭絕不是偶然。他代表的這波日本政客都有個通病，對外裝橫，對內裝傻，靠這個喊口號煽動情緒來騙選票，看着是挺熱鬧的，但是真遇到事兒了，真需要解決複雜問題了，立馬歇菜現在的世道變了不管是鄰居吵架還是國際博弈，靠演技維持權力的時代正在結束。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是左還是右，真正解決問題的能力那才是政坛的硬通貨。這高市這場黑色星期四我看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給整個日本政治體系敲了一記響亮的警鐘。這片鏡子照得太清楚了，金錢政治玩不轉了，短視外交走不通了，經濟乏力你得治病，他光靠耍嘴皮子最後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好了，今天咱就聊到這兒了。你說這個高市他到底還能撐幾天評論區聊聊我是小懶，我們下期再見。